齐国外长密谋反华，他们千防万防，防漏了除中国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对手，他们不会有消停的日子过。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声 Talk。近日G7国家外长会在日本闭幕了，不过他们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却涉及了多项关于我们中国内政的问题，例如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再次重申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等等。除此之外呢，他们的声明中还对南海、东海、涉疆等敏感问题也表达了所谓的关切。面对他们这种无视客观立场以及客观事实的声明我国是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回应。台湾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呢，更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至于南海、东海等敏感问题，有关国家应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而不是继续制造对抗，挑拨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G7国家如此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污蔑抹黑我国已经不是他们的第一次了。以美日为首的7国集团外长早已变成了抱团取暖的小圈子了。随着我国在多个领域的迅速发展崛起，他们企图通过各种方式来遏制打压我们。不过就像此次一样，看上去这7国外长是在抱团密谋反华，围攻中国，但是他们实际上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说白了根本不会对台海局势继续构成多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不管是美日还是其他国家，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就算是聚集在一起了，他们的心却始终不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国人大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不用担心他们。当然了，过去一段时间美日两国频频干涉我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也确确实实对台海局势的恶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尽管美国呢也在试图寻求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对话，但显然与之前的一样美国人并不是带有诚意来的，对话没有任何意义，无非呢是他们的国内经济危机、债务等问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了，到了不得不需要中国来帮忙的地步。否则以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早就加大了对我国的攻击力度。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7国外长在日本开会就台湾问题指手画脚的当天美国海军还同时派遣了一艘驱逐舰穿越了台湾海峡。由此可见美国是毫无诚意就算中美之间对话了，也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话说回来，美日等国敢如此嚣张地挑衅中国，很大可能就是认为中国近来正在全力以赴地应对美台之间的勾连，没有其他的精力去管别的事情。也确实，我们中国是在采取措施应对美台勾连，包括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但美日等国家千防万防，他防漏了除了中国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对手，就算中国不出手，他们的日子照样不会消停。据悉在7国外长会议举行之际日本海炮火连天了，俄罗斯军方正在该海域摧毁不明国籍敌机。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显示俄罗斯空天军米格 31BM 截击机摧毁了一架侵犯俄罗斯边界的敌机，这是靠着日本和美国近海海域进行的军事活动。这个时间点，这个地方，在我看来是绝非偶然某种程度上不排除是在向美日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结合前几日中国防长访问俄罗斯，与总统普京、国防部长绍伊古等在内的俄罗斯高官见面会谈，在中美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中国接连拒绝与美国进行任何的外交沟通，却在相同领域上与俄罗斯进行密切对话，说明什么呢？这种镜像就是美国人最担心的，中俄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更近了一步。值得一提不只是对话，中俄两国还将举行海上、空中战略巡航以及军事演习等。因此在中国应对美台勾连之际俄罗斯截击机在日本海摧毁敌机，可以视为是中俄军事化的一种合作。简单来说，中俄
今后将会站在一起。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